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3天前，我还是这家市值上亿的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而现在我被扫地出门，连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都是保安打包送到楼下的。原因很简单，我的女友林雨晴，公司的市场部总监，联合他的男下属陈志强，以我能力不足影响公司发展为由，向董事会提交了罢免我职务的提案。更讽刺的是，董事会全票通过了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兄弟王磊的电话。老李，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能怎么样？被女友和他的小情人踢出公司呗。我苦笑着回答，你确定他们是那种关系？我亲眼看到他们在办公室里拥抱接吻，还能有假？想起那一幕，我的胸口又是一阵绞痛。王磊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要不要喝一杯？”酒吧里昏暗的灯光下，我和王磊碰杯。所以，你和林雨晴交往3年，打算今年求婚，结果发现他背着你和陈志强搞在一起，还联合起来把你踢出了公司。王磊总结道。我点点头，又灌了一口酒。最可笑的是，那个陈志强是他去年亲自招进来的，当时还问我意见，我傻乎乎的以为他是尊重我，结果是在给自己找备胎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我的手指轻轻敲打着酒杯，眼神渐渐变得锐利。当然不会，他们以为踢我出局就万事大吉了，却不知道我才是那个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的人。没有我，公司的主打产品连迭代都做不了。但你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。我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。谁说我不是了？准确地说，是他们都在为我打工。王磊愣了一下，然后恍然大悟。难道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刘律师吗？是的，事情有变化，我需要启动 B 计划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，开车前往公司。保安见到我，明显吃了一惊。李总，您这是？有点事要处理。我微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黑色的门禁卡，在门禁系统上一刷，大门应声而开。电梯里，我整理了一下领带，深吸一口气，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。我大步走向总裁办公室，路过开放办公区时，同事们纷纷投来惊讶的目光，有人小声议论，有人低头假装没看见，还有人偷偷给我竖起大拇指。我径直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，里面正在开晨会。林雨晴和陈志强坐在主位上，见到我，两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李明，你来干什么？保安呢？陈志强第一个站起来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慌乱。我笑了笑，从容地走到会议桌前，开个会而已，不用这么紧张吧。林雨晴也站了起来，眼神闪烁。你已经不是公司的员工了，请你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会报警。报警？我挑了挑眉，以什么罪名？非法入侵自己的公司吗？什么意思？陈志强皱起眉头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环顾四周。会议室里坐着公司的高管团队，大约10几个人，有些是老面孔，有些是新提拔上来的。我注意到几个关键岗位的负责人都不在场。各位早上好，我微笑着说，很抱歉打扰了你们的晨会，但我有一个重要的宣布，你没有资格在这里宣布任何事情。陈志强拍案而起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，走进来的是公司的法务总监张敏和财务总监吴刚，后面跟着2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。李总，律师已经带来了所有文件，
张敏面无表情地说。陈志强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张敏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要背叛公司吗？张敏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我从来就只效忠于真正的老板。我向前一步，把手中的文件夹拍在桌上。现在，我正式宣布接管这家公司。陈志强、林雨晴，你们被解除所有职务，立即生效。会议室里一片哗然。林雨晴脸色惨白，声音颤抖：你凭什么？董事会不会同意的。我打开文件夹，取出一份文件，推到他面前，看清楚，谁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控股股东。林雨晴低头看了一眼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我。怎么可能？我从来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。我的声音冷了下来，因为你只看到了表面的东西。你看到我是技术总监，却不知道我是通过空壳公司持有这家公司52%的股份。你看到陈志强是市场部的明星，却不知道他过去3个季度的业绩全是造假的。你以为可以轻易把我踢出局，却不知道我早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。陈志强的脸色由白转青，他颤抖着指着我：你不能这样，我们有合同，有董事会决议。哦，说到董事会，我慢条斯理地从文件夹里又取出一份文件，这是刚刚通过的董事会特别决议，免除你们的职务，并对你们在职期间的违规行为启动调查。签字的是董事会全体成员，包括你以为站在你这边的那几位。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林雨晴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李明，我们可以谈谈。太迟了，我冷冷地打断他。保安已经在外面等着了，请你们立刻收拾个人物品离开。别担心，和你们对我不同，我会让保安把东西送到你们手上，而不是扔在大楼门口。林雨晴的眼眶红了，她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她的目光落在我和她之间的桌面上，那里有一份我们的合影，是去年公司年会时拍的。我们看起来是那么幸福，为什么？他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，声音几乎是哀求的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感到心口那个还在流血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。因为背叛的代价从来都不会轻松。林雨晴和陈志强被保安请出了公司大楼，整个过程出奇的平静，没有尖叫，没有哭闹，只有无数双眼睛的注视和窃窃私语。办公室里的风向立刻变了，曾经对我爱答不理的人开始主动问候，曾经站在陈志强那边的人开始表忠心。这就是职场，永远向强者低头。我没有理会这些，而是直接召集了核心技术团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亲自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。我环视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，我知道大家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疑问，但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详细阐述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，重组了管理团队，并宣布了一系列激励措施。会议结束时，大家的眼中都燃起了斗志。晚上，我独自一人坐在总裁办公室里，望着窗外的灯火。手机响了，是王磊。怎么样？大反转是不是很爽？他在电话那头笑着问。说实话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爽。我叹了口气，反而感觉有点空。想他了？不是。我摇摇头，虽然知道他看不见，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本可以不必走到这一步的。他背叛了你，还想踢你出局，你有什么好内疚的？
王磊的声音提高了，如果不是你早有准备，现在流落街头的就是你了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敲打着桌面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空调运转的细微声响。你不会是还爱着他吧？王磊有些不可思议地问。爱？我已经不知道这个字对我还有什么意义。3年的感情，无数个互相依偎的夜晚，所有的承诺和誓言，都在那天下午我推开办公室门的一瞬间灰飞烟灭。那天，我本想给林雨晴一个惊喜，我提前完成了手头的工作，买了她最喜欢的蛋糕，打算邀她共进晚餐。当我推开她办公室的门时，看到的却是她和陈志强拥吻的画面。更可笑的是，他们甚至没有立即分开，而是缓缓转过头，像是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似的。李明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林雨晴平静地说，仿佛我撞见的只是一次普通的商务会议。接下来的对话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他们用公司利益，你已经跟不上公司发展，为了大局考虑之类的关冷冰的理由，让我主动离职。而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，手里还拿着那个愚蠢的蛋糕盒子。不，我不爱他了。我终于回答了王磊的问题，但我也不恨他，我只是感到遗憾。随你怎么想吧。王磊叹了口气，但别忘了保护自己。这种人一旦尝到背叛的甜头，就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走到窗前，看着城市的夜景。这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。我赢了，但似乎也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办公桌上的那线电话响了。李总，楼下有位林小姐要见您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。前台的声音传来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我让前台把林雨晴带上来。等待的几分钟里，我想了很多，但最终决定保持冷静，看看她到底想说什么。当林雨晴走进办公室时，她看起来和早上判若两人，精心打理的发型有些凌乱，妆容也不再完美，但奇怪的是，这反而让她看起来更加真实，更像我最初认识的那个女孩。坐吧，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声音平静。她坐下来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紧张地搓着手指。这是她紧张时的小动作，我很熟悉。我很抱歉，她开口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关于一切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她，等她继续。我知道道歉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但我还是想解释一下，我和陈志强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哦，我挑了挑眉，那我看到的是幻觉。不，那是真的，但不是出于感情。他低下头，是为了利益。陈志强有董事会几个重要成员的支持，他承诺如果我帮他上位，他会给我更大的权力和资源。我冷笑一声，所以你出卖我，不是因为爱上了他，而是为了更高的职位。这让我好受多了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更糟。他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但我当时真的以为那是为了我们好。你一直专注于技术，对公司的政治斗争不屑一顾。我以为如果我能掌握更多资源，我们的未来会更有保障。我们的未来。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尖锐。你背着我勾结别人，打算把我踢出公司，这就是你规划的我们的未来。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得离谱。他的泪水终于落下，但我从来没想过要真的伤害你。陈志强向我保证过，会给你一个体面的补偿和离职安排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我才知道他根本没打算兑现承诺，而是准备彻底摧毁你的声誉。我笑了，笑得很冷。所以现在你来找我，
是因为发现押错了宝，想来重新站队。不是的，他激动地站起来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陈志强不会轻易放弃的，他背后有人，有很大的资本力量支持，他们早就盯上了公司的核心技术，想要低价收购。今天的事情只会让他们更加急切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思考着他的话。从商业角度看，这确实符合逻辑。我们公司最近开发的 AI 算法在业内领先，确实会引来竞争对手的觊觎。你有证据吗？我问道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，这里有陈志强和那些投资人的邮件往来，还有几次秘密会议的录音。我一直保存着，作为保险。我接过 U 盘，放在桌上，没有立即查看。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？林雨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抬起头，直视我的眼睛。因为不管怎样，我还是爱你的。我做了错事，但我不想看到你和你的心血被别人窃取。我感到一阵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，愤怒、怀疑、不解，还有一丝我不愿承认的感动。我需要时间验证这些信息，我最终说道。我理解。他点点头，站起身来。我不期望你的原谅，只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和公司。他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。李明，无论你相信与否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门关上后，办公室再次陷入寂静。我盯着那个 U 盘，内心挣扎着要不要相信他。最终，我还是插入电脑，开始检查里面的内容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么我的反击才刚刚开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深入调查了林雨晴提供的信息，并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。陈志强确实是某大型科技集团安插在公司的棋子，他们的目标是我们最新开发的深度学习算法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董事会中有2名成员也参与其中。他们故意在董事会上支持罢免我的提案，就是为了在公司陷入混乱时低价收购股份。我把这些证据交给了法务团队，同时加强了公司的数据安全措施。我知道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场恶战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与此同时，我对林雨晴的感情也变得更加复杂。他确实背叛了我，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在我这边。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的悔改，但至少他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。1周后的晚上，我正在加班审阅新的安全协议，王磊突然闯进了办公室。出事了，他气喘吁吁地说。陈志强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长文，指控你通过不正当手段夺取公司控制权，还说你挪用了公司资金。我快速打开电脑查看，果然，各大科技媒体已经开始报道这件事。公司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了近10%，他们动作真快。我冷静地关掉网页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早有准备。什么准备？王磊疑惑地问。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公关部门的内线，启动真相计划。现在挂断电话后，我对王磊解释道，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他们出招，他们以为可以用舆论压力逼我让步，但他们错了。我已经准备了一整套反击方案，包括揭露他们的真实目的和不法行为。那林雨晴呢？王磊问道。他在这件事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我沉默了一会儿。他提供了关键证据，对我们很有帮助。你该不会又相信他了吧？王磊担忧地看着我。万一这又是一个陷阱呢？我摇摇头。我相信证据，不一定相信人。但有一点我很确定，他和陈志强
已经彻底决裂了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我接起电话，李总，我是星辰科技的黄总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，我想和您谈谈关于收购贵公司的事情。我眯起眼睛，黄总，这个时间点提收购，是不是太巧合了？商场如战场，李总。黄总笑了笑，我们只是看准了时机而已。考虑到目前贵公司面临的舆论危机和股价下跌，我们愿意提供一个体面的价格，是吗？那不知黄总和陈志强是什么关系呢？我反问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，然后黄总的声音变得冷硬。李总，商业竞争是很残酷的，如果您不接受我们的好意，后果可能会很难看。威胁我，我冷笑一声，那我就更不能接受了。黄总，您和陈志强的小把戏我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，我建议您还是尽快撤回那些不实指控，否则下一个陷入舆论漩涡的可能就是您了。挂断电话后，王磊惊讶地看着我，你就这么硬刚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他们以为抓住了我的软肋，却不知道我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就算失去这家公司，我也有能力重新开始，但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这一夜，我们通宵达旦，准备了详尽的反击材料。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，我们的反击计划正式启动。第二天早晨，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同时出现了我们的声明和证据。陈志强和星辰科技的勾结，董事会成员的利益输送，他们试图窃取公司核心技术的证据，一切都公之于众。舆论瞬间反转，星辰科技的股价应声下跌，而我们公司的股价不仅恢复，还创下了新高。陈志强和涉事的董事会成员面临调查，甚至可能有法律责任。这场危机以我们的完胜告终，但对我来说，赢得商业战争只是表面的胜利，内心深处的伤痕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。1个月后，公司业务重回正轨，我们甚至比危机前发展得更好。新的管理团队更加团结高效，产品研发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但我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，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公司掌舵人，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我还没有真正放下过去。这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。当我准备离开时，电梯门打开，林雨晴站在里面。1个月不见，她看起来憔悴了不少，但眼神却比以前更加坚定清澈。有时间谈谈吗？他问道。我点点头，带他回到办公室。我来是告别的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拿到了国外一家公司的 offer， 准备下周离开。恭喜，我说，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。不用恭喜，这只是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的一种方式。他苦笑了一下。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，重新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李明，他直视我的眼睛，我欠你一个道歉，一个真诚的道歉。我辜负了你的信任和爱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困扰我已久。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他摇摇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太贪心，太功利。我以为权力和地位能带给我安全感，却忘了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真诚的感情和相互信任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已经太迟了。窗外，城市的灯火如繁星点点。我们沉默了很久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你还恨我吗？他最终问道。我不恨你。我诚实的回答，但我也不能原谅你。
至少现在不能。他点点头，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回答。我理解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的找到真正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。他起身准备离开，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。对了，我把我持有的公司股份都转让给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，我想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。门关上后，办公室再次陷入寂静。我走到窗前，望着城市的夜景，思绪万千。生活就像一场没有彩排的戏剧，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谁能想到3个月前还恩爱如初的我们，如今会以这样的方式分别？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，无论是商场还是情场，最重要的永远是保持本心，不忘初衷。时光荏苒，转眼2年过去了，公司在我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。我们的 AI 技术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，市值翻了3倍，而我也从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企业领导者。至于林雨晴，据说她在国外过得不错，创办了自己的小公司，专注于环保科技领域。我们偶尔会通过共同的朋友听到对方的消息，但再也没有直接联系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我直接告诉他我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如果我们之间少一些隐瞒，多一些坦诚，结局是否会不一样？但这种假设已经没有意义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和教训。最近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，她真诚、善良，对我的事业充满了理解和支持。我们正在慢慢了解彼此，小心翼翼地经营这段感情。我不知道这段感情会走向何方，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会更加珍惜，也更加坦诚。商场如战场，情场如战场上的休息区，看似安全，却往往潜藏着更多危险。在过去的2年里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同时不失去对他人的信任。那场风波让我明白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，也可能在利益面前变得陌生。但同时，人性中也存在着真诚和救赎的可能。陈志强最终因为商业欺诈罪被判了3年，那几位参与其中的董事会成员也付出了代价，有的赔偿了巨额罚金，有的永远失去了在商界的信誉。星辰科技也因此元气大伤，市值蒸发了近40%。有人问我，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你会怎么做？还会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吗？说实话，我不确定。隐藏身份让我看清了很多人的真面目，但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。也许透明和诚实从一开始就是更好的选择，但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，这种纯粹的坦诚又显得有些天真。我和新女友约会时，她曾问我，你为什么不恨你的前女友？换作是我，可能会恨一辈子。我思考了很久才回答，因为恨需要投入太多情感和精力，而这些东西用在创造和成长上会有更好的回报。也许这就是成长吧，不是变得更加坚硬，而是学会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仍然保持内心的柔软。不是变得更加冷漠，而是学会在受伤后仍然有爱的能力。商场和情场的博弈中，表面上看是智慧和力量的较量，实际上比拼的是人性的强度和韧性。当你以为自己被踢出局时，或许正是命运给你的一次重新定位的机会。当你以为自己输得一塌糊涂时，或许恰恰是赢得最彻底的开始。如今回望那段经历，我不再感到痛苦，只有感谢。
感谢那场风波，让我看清了自己的价值和力量。感谢那次背叛，让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人生如棋，有时候看似的失败，恰恰是最大的胜利。你说是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